甄嬛传》看了800遍之后，我总觉得有人要跟我宫斗。穿越的第1天，我就连夜找母亲配齐了20个丫鬟，想陷害我私会外男的表姐被丫鬟团团包围，连我的手都摸不着，气得咬碎了3颗牙。进宫第1天，我就把寝宫附近10里掘地3尺，连10里外早已绝经的太后宫里的麝香都被我挖了出来，想陷害我的贵妃气得连饭都吃不下。从此在宫中3年，我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，预判了所有人的预判，直到小说主角皇帝的天命之女进宫，她柔柔弱弱地带着我走到湖边，想要扮演一出我陷害她的戏码，来吸引皇帝的注意。然而她拉着我的手往后一跌，脸上得意的表情却活生生裂开了。不是，你有病吧？谁家的湖是画上去的？林婉音不可置信地对身下硬邦邦的沙子摸了又摸，这湖里的水呢？抽钱了。我躲在宫女身后，理所当然地用帕子擦了擦手。湖这种地方可是栽赃陷害的高发地，我怎么可能不填了它？不过皇上好像不太高兴，他说没见过谁家皇宫连个湖都没有的。没办法，我只能高价找来画师，一点一点染了一个人工湖。林婉音精神恍惚地盯着地上的沙子看了半天，过了好一会，她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她掐了自己一把，泪眼婆娑地看向我。皇后娘娘，你为什么要？美人垂泪，梨花带雨，但我悠悠叹了口气，还是打断她，别演了，皇上不会来了。自从见了这个人工湖，他从来都是绕着走。其实我觉得跟原来差不多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接受不了。说完，我熟练地吩咐太监宫女们将他拉起来，又找了8个太医确定他的身体状况。在确保没有任何遗漏之后，我精神抖擞地开始了今日的行程。首先，把我自己的宫里抄检一遍，花盆里的土也拽出来巴拉巴拉。其次，把皇上和太后和贵妃的宫里抄检一遍，确定犄角旮旯莫放什么麝香、毒药。我亲手缝的巫蛊娃娃，虽然为了防止别人陷害我，我从不做女工，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一切做完之后，已经是中午了。派出去专门盯着林婉音的宫女跑回来向我汇报说，林婉音还是跟皇上偶遇了，但皇上好像对她那和白月光7分相似的脸不怎么感兴趣，甚至十分厌烦。林婉音一脸莫名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但我知道啊，哈哈哈。从没入宫开始，我就打听到皇上有一个早逝的白月光，在宫斗文里，这就是皇上心中的禁忌，是那个哪怕有3分像了他，皇上也会发疯入迷不能自已的关键人物。所以我找了300个和他白月光相似的女人入宫，每天安排他偶遇一个。偶遇第1个的时候，皇上欣喜若狂，当场封为妃子；偶遇第2个的时候，皇上欣喜若狂，当场封为妃子；偶遇到第299个的时候，皇上他吐了，听说他做梦都在求白月光放过他。所以林婉音尝了像白月光这第1步就输了。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心跳言情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热推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但宫斗文里的女人哪会轻易认输？她苦练惊鸿舞，打算在皇上万寿宴上大放异彩。我听到她自信满满跟丫鬟说，这惊鸿舞可是失传100年的绝世之作，今天我定要让皇上注意到我，被我惊艳。惊鸿舞确实难道失传，前朝仅有的几个会跳的舞姬，个个都被当宝贝似的供着。何况林婉音身材绝佳，她身着红衣站在大殿中央，满殿烛火都被衬得暗淡几分。我拿着瓜子看得目不转睛，到最后瓜子都忘了吃。一舞结束，她优雅行礼，柔美地露出纤细脖颈，眼神里全是志在必得。哪个男人能拒绝这样精彩绝艳的女人？皇帝更不能。可林婉音等了半天，没等到皇帝欣喜若狂的声音，她疑惑抬头，一下对上皇上阴沉的目光。皇上脸上毫无欣喜，声音里满是质疑。前朝的舞狮传这么久，你怎么会跳？说你跟前朝逆贼什么关系？林婉音跪在地上，脸色惨白，她不明白，不过跳了个舞，怎么就被皇帝怀疑是前朝余孽？我合上手中画本子，
默默深藏功与名。一般宫斗文女主都有项绝技，要么是失传秀法，要么是歌，要么是舞，能失传的东西太多，我实在没法预判，干脆找人写了10个亡国公主复国的花本子，再买通皇上身边太监，天天念给他听，里面几乎涵盖所有技能，核心思想就一个，会前朝失传东西的人，肯定是前朝余孽奸细，是危害江山的杀手。其实我本来想写100个，可皇上生性多疑，10个足够。林婉音被皇上侍卫拖了下去，虽说最后证实她只是为争宠收留个前朝舞娘，但还是被皇帝把位分一降到底，成了最末等的才女。林婉音消沉了好一阵，她觉得这宫里像有什么晦气东西盯着她。从进宫起，一切都莫名其妙，但宫斗文里的女人就是不一样。她很快振作起来，又是抄佛经装虔诚，又是拿太后回忆里重要物件勾搭太后，结果不仅没成功，还被太后打了一顿。最后她直接下药睡了皇上，整个过程我听得津津有味，惊叹连连。2个月后，林婉音传出怀孕消息，你们晓得孩子在宫斗文里意味着什么不？那可是女主连生未分的梯子，是栽赃陷害的重要手段，是能直接把皇后拉下马的大事。100个宫斗文女主，99个靠生孩子上位，100个宫斗文里，99个皇后因为被诬陷害宠妃孩子被废。林婉音瞬间觉得自己又有希望了。虽说皇上暂时只是把她从才女升为答应，但要是这胎是皇子，那她身价可就不一样了。她雄赳赳气昂昂找2个高位分妃子寻求合作和庇护，不出意外被赶出来，又偷偷弄来一点麝香，打算栽赃陷害。我去送贺礼那天，他眼睛里闪着战斗光芒，目光死死粘在我身上，可我离他10米远，中间围着几10个宫女，连说话都得靠人传，吼了几嗓子，他疲惫又绝望，只能放弃。就在这时，我笑着送上贺礼，看着门外隐约盖着红布的贺礼，他眼睛一下亮了，娇弱又满怀期待看过来，嫔妾谢过皇后娘娘，日后定把这礼物放床前，日夜朝拜。这次轮到我愣住，啊，放床前，你确定？他坚定点头，嫔妾确定。行吧，我没强求，直接让人揭开红布。林婉音兴奋看过去，看清红布下东西，笑容瞬间僵住。一座用无数白玉堆成，长3米、高2米的假山出现在众人眼前，表层还用白玉碎块堆出个丑丑的福字。更关键的是，假山一眼看去干干净净，根本没地方藏东西。我目光复杂打量他狭小卧室，林答应有心了，不过这东西放外面好些。他咬咬牙，行，皇后娘娘放心，嫔妾还是会天天朝拜。可以，我没太在意，转身找来10个太医，让他们从药理、医理、风水各方面看看假山有没有让人流产的功效。结果当然是没有。林婉音牙齿咬得紧紧的，低着头不知琢磨什么主意。就在这时，我当着众人面伸出舌头舔了假山一口，这次他彻底瞪大眼，我没管他，各个方位都舔了一遍。在他恍惚目光中，我微微一笑，林答应怀着孩子，凡事都得小心，本宫今日尝了这假山，你也能安心些。之后我刚走出他寝宫没多远，就听见身后咚一声，林婉音居然被气晕过去，这心理承受能力也太差了。我送礼也是没办法，毕竟我是后宫所有孩子的嫡母，不送礼不好看，皇上也会有意见，可送礼又容易被陷害。于是我想到送假山这主意，不管哪个嫔妃怀孕，我都送个一样的假山。林婉音被气晕这事不过是宫里小插曲，皇上不在意，太后不在意，我也不太在意。听说事后贵妃、淑妃、贤妃也学我，分别送了个假山过去。现在林婉音看见假山就想吐，她称身体不舒服，谢绝所有妃嫔探访，安安静静在宫里养胎。但我知道她肯定不会轻易放弃。果然，快到她生产时，我的麻烦又来了。林婉音居然被饿晕，孩子早产，产婆无故失踪，她羊水破裂，奄奄一息。按宫里规矩，有妃嫔生孩子，皇上、太后和我都得在场。
林婉音生孩子也不例外。我赶紧找来提前预备的候补接生婆，又从太后那讨来2片人参，救了她一命。最终，林婉音顺利生下一对龙凤胎。她生完孩子，第一时间抱着孩子，虚弱地跪在皇上和太后面前，声泪俱下指责我。皇后嫉妒臣妾有孕，孕期故意苛待臣妾，御膳房送来的都是馊饭和馒头。臣妾本想着能忍则忍，可今儿皇后准备的产婆在臣妾最虚弱时失踪，皇后摆明了要臣妾和孩子的命啊，就差一点，臣妾的孩子就没了。林婉音哭得梨花带雨，伤心欲绝。她生的又是一对可爱龙凤胎，对很多皇帝来说，一个皇子就很珍贵，何况是龙凤胎，龙凤呈祥，加上皇嗣，再配上外边那片向来被视作祥瑞的火烧云，那可真是各种好运都叠满了。林婉音从娘家带来的几个宫女跟着她一块儿扑通跪下，哭成一团，那场面要多凄惨有多凄惨。他们从旁边捧出还没吃完的馊饭，抽抽搭搭的放到皇帝跟前，边哭边诉说林婉音这些日子遭的罪。皇上面色一沉，太后的脸色更是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林婉音挺直腰杆，毫不畏惧地直视我：“皇后娘娘，您难道没什么要解释的？”我摇摇头，这事我确实拿不出证据。见我摇头，林婉音眼中满是能把我扳倒的兴奋劲儿，她抱紧孩子，砰砰砰朝着皇上和太后连磕3个响头。嫔妾别无所求，只求皇上和太后给嫔妾一个公道，惩处险些害了嫔妾孩子的罪魁祸首。嫔妾这条命不值钱，可皇嗣何等珍贵，皇后娘娘，您得为这事付出代价。我忍不住指指自己，那当然。他眼中怒火燃烧，眼底藏着计谋得逞的兴奋。在他亢奋的注视下，我用团扇挡住脸，差点笑岔气，只能死死咬着嘴唇，才没笑出声。林婉音抬眼，又砰砰磕了2个头，可怜巴巴地看向皇上：“谋害皇嗣，罪当处死。皇上，您觉得该怎么罚他？”在他期待的目光中，皇上张了张嘴，却半天没出声，只是疲惫地揉着额头。他看看林婉音，又看看周围，缓了好一会儿，都没说话。林婉音一脸不解，满心迷茫，还以为皇上有苦衷，不好轻易处置我。他咬咬牙，再次强调皇子的重要，又说起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。他说，不管是谁谋害皇嗣，都该受罚，没有哪个臣子会包庇谋害皇嗣的罪人。最终还是太后先开了口。他看看天，丑丑的，沉默许久，无奈叹了口气：“你是说哀家谋害亲孙子，还想处罚哀家？”林婉音脸上的愤怒一下变成茫然：“什么？我想罚的明明是皇后。”太后有气无力地瞥她一眼：“可从你怀孕的份例、膳食到生产的接生婆，哪件不是哀家亲自过问的？宫里所有皇子都是这样。皇后她呀，只要看见怀孕的女人，就起疹子、呕吐，浑身发抖，甚至口吐白沫。可皇后是一国之母，为了皇室颜面，这事儿莫对外说，好多宫里妃嫔都不知道。哀家只好接手照顾宫里所有怀孕的妃嫔，接生婆是哀家安排的，你每天吃的饭菜哀家也都看过。要是这2件事真有问题，那动手的只能是哀家。”林婉音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像现了鬼似的。她嘴巴张了又张：“嫔妾不是这个意思，可能是嫔妾误会了，事关皇嗣，嫔妾太紧张了。”太后莫再搭话，只是疲惫地摆摆手，当即就要起驾回宫。林婉音赶忙起身，踉跄着追上去，想把哇哇大哭的孩子抱到太后面前：“太后娘娘，这是您孙子呀，您听，他们想让皇祖母抱抱呢。就算嫔妾真有误会，可这孩子是实打实的皇室血脉啊，这是您亲孙子。”这话非但没留住太后，反倒让太后身形更显佝偻。林婉音脸色煞白，又泪眼汪汪看向皇上：“皇上，嫔妾就算没功劳也有苦劳，但皇上压根不想抱孩子。”他摆摆手，疲惫的叫来几个奶嬷嬷：“算了，把34皇子和28皇女送去幼儿园吧。”什么玩意儿？
这次林婉音彻底懵了，她似乎完全无法理解这状况，眼睛瞪得老大，连怀里孩子被奶嬷嬷抱走都没反应过来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34皇子和28皇女什么意思？我路过，好心解释，就字面意思啊。皇上现在已经有34个皇子和28个皇女了。”他眼神瞬间暗淡，庞福失去了奋斗目标，嘴里不停念叨：“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”我耸耸肩：“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大家都知道，宫斗文里皇上子嗣向来艰难，起码女主出现前得这样，不然女主孩子哪能在几十个皇子里脱颖而出？但一般来说，宫斗文里男主生育能力没什么问题，他没孩子，要么是被皇后陷害，要么是心系白月光，无心后宫之类的。所以我抓住关键，送了300个像他白月光的替身进宫，又怕他逆位，就又找了100个各式各样的女孩子，有热情奔放的，淡雅从容的，充满书卷气的，喜欢穿白衣、绿衣、紫衣的，各种气质都有。甚至怕他养成特殊审美，胖得像球的，瘦得皮包骨的，满脸麻子的，年龄跟太后差不多还2嫁的，全都给他搜罗来。反正皇上有钱，养得起，这时代嫁谁都不如嫁天子。那段时间后宫那叫一个热闹，到处都是怀孕的妃嫔。第一个妃嫔怀孕时，我就借口自己有怪病，还当众发作，太后自然就把照顾怀孕妃嫔的事儿悄悄接过去了。后宫第一个孩子出生，皇帝和太后笑得合不拢嘴，对孩子爱不释手。后宫第2个孩子出生，皇帝和太后依旧笑得灿烂，满眼慈爱。后宫第50个孩子出生，皇帝沉默了，说能不能让这些妃子都绝育？可后宫妃嫔太多了，皇帝干脆决定自己喝绝育药，但药还没喝，大臣们就纷纷跪在他面前，表示龙体不能损伤，他要是敢喝，他们就一起自宫。从古到今，哪本史书上记载过这么多大臣为了皇上当太监的？皇帝无奈，气得摔碗，拿他们一点办法没有。后来他能忍就忍，忍不住宠幸妃子时，就送1碗避孕汤药，但还是有漏网之鱼。还有像林婉音这样不愿意喝药的妃嫔，太后的背就这样从挺直变得疲惫不堪。他们对宫里这50-60个孩子毫无办法，这个说分力少了，那个说饭里被下药了，还有的说哪个妃嫔要害自己孩子。最后还是我提议在宫里建个育儿园，把所有皇子公主都送过去，方便统一管理。太后心里苦啊，这已经是她第21次被陷害了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一次林婉音消停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就在我以为她要放弃的时候，她又燃起斗志。我这下真好奇了，已知陷害我伤害她这条路走不通，我防得死死的；已知陷害我偷人也不行，我就算上个厕所，门口都得有10个宫女守着；已知勾引皇上更不行，皇上对女人都免疫了；已知亲近太后也没用，太后看见她就头疼；已知生孩子也没戏，后宫孩子多的都数不过来，这些都失败了，她还能有什么招数往上爬？很快我就知道了，她摇身一变成了贤臣，江南水患每隔几年就来，这一直是皇上头疼的大问题。她匿名献上谋略，又故意留了点能认出是她的标记，最后她的方案被皇上选中，成功解决了水患，皇上高兴坏了，对她的才智赞不绝口，还升了她的位分。林婉音确实具备宫斗小说女主的聪慧，帮皇上解决难题，从不邀功，每次都主动退让，也不要赏赐，就好像她本来不敢掺和，是心疼皇上辛苦，才废寝忘食出谋划策。这次她可算是押对宝了，她这表现迅速赢得皇上欢心，位分一路从答应升到贵妃，还得了个封号惠贵妃，这我还真没料到。哎呀，失策了，折腾这么多次，林婉音终于取得大成功。她现在走路都带风，看后宫妃嫔的眼神里全是鄙夷，对我这个她进阶路上最大的对手，反倒恭恭敬敬，一副温柔乖巧的模样。偶尔在育儿所碰到，她还会温柔地教孩子叫我母后。皇上不止一次感慨她聪明，会织兰心，
我也不止一次这么觉得，但我清楚，贵妃不是他终点，皇贵妃也不是。所有宫斗女主最后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我这凤位。我不死，他不会罢休。我知道他对付我的方向变了，后宫和前朝紧密相连，他知道宫斗没用，就打算在前朝动手脚。大家都知道，每个宫斗文里的皇后家世都超级厉害，我也一样。我爹是大将军，我哥是大将军，我弟弟还是大将军，他们仨在百姓中威望极高，称得上功高盖主，所以我怕皇帝对我家起疑心。前朝的事我一点都不敢插手，要是林婉音从前朝对付我，我很难招架。前朝对我限制太大，操作空间小得可怜，尤其是皇帝都有个通病，对每个将军都疑神疑鬼。我们家手握那么多兵权，他早想动手了。林婉音这时候出现，简直就是瞌睡送枕头。他跟皇上密谋，暗中劫了送往边疆的粮草，又找借口扣了军饷。当时正值寒冬，前线没粮没钱，一下子陷入被动。偏偏这时突厥又来入侵，他们兵强马壮，吃得膘肥体壮，可边关将士已经1个月没收到粮草了。更可恶的是，不知道谁泄露了边关布防图，这一仗我爹输了，一下子丢了3座城，将军丢城，这可是大罪。皇上借此要我爹和哥哥回京，还不许他们带兵。谁都知道我爹要倒霉了，我们家要完了。我被皇帝禁足在寝殿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时隔2年，林婉音脸上终于再次露出得意神情，她穿着远超贵妃规格的衣裙，兴高采烈地来到我宫殿。皇后娘娘，您这样子还真是少见啊，臣妾还记得当年您可威风了，好像臣妾做什么都是白费力气，但现在您说你爹和你那2个哥哥的命能不能保住？你猜他们会被腰斩，还是受别的极刑？您放心，到时候我会一五一十向您转述你父兄的惨状，绝对不会漏掉一点。连着几天光吃些清汤寡水的菜叶子，我身子都有点虚了。我面色惨白地瞅他一眼，什么也没说。他跟只打了胜仗的公鸡似的，得意洋洋地走了。我爹回来那天，他更是公然违反宫规，穿着本该属于我的凤袍，在城门口摆足架势，还派宫女给我实时汇报情况。所有人都严阵以待，皇上更是兴奋的不行。可我爹根本就没回来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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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随便哪本宫斗小说里，被皇帝单独召回来的将军，几乎就没有能有好下场的。我爹手握15万大军，功高盖主，在民间声望极高，支撑他回来的无非是对帝王的忠诚，还有对我这个人质的牵挂。我这人质暂时还能自保，唯一的麻烦就是我爹对帝王的那份忠诚，因为先皇以前对他有恩，我爹这人又特别死心眼，犟得很。为了先皇的恩情，他能心甘情愿为现在的皇帝去送死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皇上根本不是先皇亲生的，是个冒牌货。大家都知道，宫斗文里男主大多都有段不愿提起的过去，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嘛。我心里清楚，我的对手可不是那些妃子，而是掌握我生死大权的皇帝。多琢磨琢磨总没错，于是我就仔细研究了皇帝的经历。据我了解，皇帝12岁时因病出宫，在那遇到了他心爱的白月光，他俩在一起待了好几年。皇帝15岁那年，宫里有妃子为了排除异己，派人追杀他，当时伺候他的宫人全都死了。之后他就和白月光一起逃亡了几个月，最后白月光为了给他挡箭，丢了性命。所以说，从他12岁到16岁，这整整4年见过他的人全都死光了。那他被追杀的时候死了，然后被调包，这也说得通吧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当时那个皇子其实没死，只是不敢露面呢？所以在我派人去找那300个像皇上白月光的替身时，就顺便让人留意和皇上先帝长得像的男人。我仔细研究了先帝的习惯特点，然后打造出一个新的皇上。这个男人方方面面都比现在的皇上更像我爹记忆中的先帝。刚开始看到我那些伪造的证据时，我爹还不信，可等他见到这个男人就不一样了。
这男人和先帝一样对桂花过敏，一样有家族遗传的疾病，举手投足很多地方都像先帝。他还时不时无意展示自己这些年受的苦，身上被追杀留下的伤痕，无意间说起自己想祭拜先帝，却连远远看一眼都不敢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冒牌货在宫里作威作福。甭管这招看着怎么样，反正我爹信了，对一个皇上的假儿子，他还会忠诚吗？我确实不好在前朝直接动手脚，但我能想办法影响我爹啊。我爹带着15万大军，公开质疑皇帝的身份，尤其是在见过那个可怜又坚强、一心追随先帝遗志的皇子后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皇帝为了陷害我爹，故意截留粮草和军饷，这事儿大臣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。可这个皇子却在战乱中死守边境，不惜用生命保护百姓。他浑身是血，满脸坚毅地喊着：父皇说过，犯我边境者必诛，就算搭上我这条命，也不能把城池让给这些蛮夷。真假千金的事儿大家见得多了，真假皇帝可还是头一回见。皇上自己都懵了，哪还顾得上处理我爹或者我？他现在一门心思到处找证据证明自己身份，但就像前面说的，当年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，就算永墨完全死干净的，我也不会留着。他要是能找到证据，算我那800遍甄嬛传白看了。老话说得好，打蛇打7寸，他能理直气壮质疑仇恨我爹功高盖主，前提的是他真是那个正统的皇上。现在他连自己身份都证明不了，这不就搞笑了吗？皇上在宫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跑去问林婉音怎么办，可林婉音还没搞清楚状况呢，根本没法给他出主意。没办法，皇上又跑来找我，求我帮他证明身份。他估计是走投无路了，声泪俱下的跟我讲这些年的夫妻情分，想感动我帮他作证。为了让我消气，他还连夜把林婉音的位分又降回了底。林婉音脸都气绿了，但我心里明白，要是今天我答应了他，过不了几年，同样的事儿肯定还会再来，他还是会对付我爹，对付我，对付我们全家。再说了，这事儿我才是幕后主谋啊，我要是答应他，那我这几年不就白忙活了？哪有这种道理？我客客气气地表示跟他不熟，很遗憾帮不上忙。他急眼了，听说民间有种用骨头验亲的办法，于是他就在朝堂上提出要挖开先帝的坟墓，用遗骨来证明自己身份。据说这办法还挺靠谱。可这时候，那个皇子当众哭了出来：我是假的，我承认我是假的。父皇，不，先帝他都已经死了，我求求你别再打扰他安息了。说着，他踉跄一步，朝着皇陵的方向跪了下去。皇子的身份我不要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只求你能让我父皇。不，先帝好好安息，我宁愿死，也不能让人动先帝的遗骨。这俩人，一个想尽办法证明自己身份，甚至要挖自己老爹的骨头，另一个宁可不要身份，也要护着先帝不被打扰。这一对比，谁高谁下，一下子就看出来了。皇帝刚听见他承认自己是假的，还没高兴2秒，听到后面这些话，恨不得跟着一起跪下去磕头。这下他是真的百口莫辩了，他脑袋都快炸了。这时候，有人提起他宫里养的那几百个妃子，还有那60多个孩子，大臣们纷纷谴责他，说他这种行为简直就是穷奢极欲，不知廉耻。先帝后宫妃子少，孩子也少，怎么到他这儿就像基因突变了似的？皇帝根本没法反驳，他哑口无言。这时候，皇帝终于想起来后宫还住着自己的亲妈，他决定当众来个滴血验亲，然后我在水里放了清油。嘿嘿，太后看着那2坨完全不融合的血，彻底懵了。她疑惑地看看皇上，又看看那个浑身是伤的可怜皇子，接着尖叫一声，直接晕过去了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太后身上，皇帝莫能再跟太后进行第2次滴血验亲，可能真是墙倒众人推吧。这时候更糟糕的事儿来了，跟皇朝敌对了100年的突厥突然插进来，说皇帝是他们派来的，还说皇帝在这次战役中给他们提供了布防图。当然，他们这么说就是想搅浑水，看个热闹，但大臣们居然全信了。
大家都在想，一个皇帝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将士呢？能有什么理由？皇帝想说自己是为了诬陷我爹，收回兵权，可这话一说出来，他还是没理。电光石火之间，他突然想起来这馊主意是林婉音出的，他当然不会怪当时下命令执行的自己，只会把所有错都推到林婉音身上。他把林婉音抓起来，跟大臣们说这一切都是林婉音挑拨的，他是奸细，他要大义灭亲，把林婉音和他生的孩子全都处死。林婉音之前从高高在上一下子跌落谷底，现在又直接从谷底掉到了地狱。这次他终于彻底没了斗志，他知道自己今天在劫难逃，于是大笑一声，承认自己是奸细，但同时他指认了皇上。他说皇上是他的同伙，不然皇上怎么会听他的话，去陷害大将军和自己的将士呢？大家都看见了，他之前差点就当上皇后了。皇上气得差点跳起来，指着林婉音的鼻子，不是，我根本就不是，你别胡说。林婉音哀怨地看他一眼，突然大笑起来，对，所有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。明胜，我爱你，你放心，我永远都会保护你的。说完，他毫不犹豫地朝柱子上撞去，只留下一地的脑浆和鲜血。皇帝这下更解释不清了，我爹直接带着15万大军，要这个身份存疑的皇帝认罪退位。皇帝气得暴跳如雷，可面对15万大军，他根本没反抗的余地。思来想去，他决定以死明志，当然不是真的想死。他服了毒，但把解药交给了心腹，就打算等自己半死不活的时候，证明了身份，再把解药吃下去。但是我把他的毒药换了，还怕不保险，连解药也换了。总之，这2样没一样是对的，一个是剧毒，另一个还是剧毒。于是他真的死了。临死前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个药瓶，我的解药，谁换了我的解药？朕还不想死，朕还不想死。他这2句话让他以死明志这事儿显得特别假。到现在，大家还是没搞清楚谁才是真正的皇帝。那个活着的皇子说，他也不想当皇帝，他回来只是为了能祭拜先帝。大家一合计，干脆找个先帝其他儿子的血脉，宗室里的孩子来当皇帝算了，起码这孩子是先帝实打实的血脉。于是，在我爹的举荐下，我成了太后，开始抚养小皇帝。原先宫里的妃嫔，我给了一大笔钱，让他们出宫。当初进宫是他们自愿的，现在出宫也随他们自己心意。那些孩子，我把他们远远地送走了。小孩子嘛，都是无辜的，他们会平平安安长大，不过只能做个普通人。原先的太后出家了，她为死去的皇帝伤心，可又分不清哪个才是自己亲生儿子，所以决定断绝尘缘，从此改名莫愁。最后，我爹带着我2个哥哥和弟弟杀回边关。这次粮草充足，他把突厥打得大败，成功夺回了原本属于我们的城池。在一片庆贺声中，我抱着一心只想着吃年糕的小皇帝，悠悠叹了口气，唉，这还得养孩子呢。全文完。第2个故事，首父说我是他们的亲生孩子，可当我被带回家后，妈妈说我勾引爸爸，骂我是贱人狐狸精。贾千金妹妹造谣我打胎，被老男人包养。堂哥则是将贾千金护在怀里，义愤填膺地冲我吼，我只认希儿这一个妹妹，你再使这种下三滥手段，就滚出薛家。而我淡淡地看着他们表演，觉得有些可笑。啊，不是，谁跟你们说我是女生的啊？老子可是纯爷们儿，难道你们认亲都不确认一下性别的吗？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心跳言情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热推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刚来到薛家，林慧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，你就是谢渊。我点点头，想叫一声妈，却被他抬手打断。先别叫我妈，我可告诉你，进了这个家门就得守规矩。希儿比你小，你是姐姐，以后不准跟她抢东西，不准跟她争宠，更不准欺负她，听见没有？我攥紧了手里的旧背包带，心里窜起一股火，却还是压着声音问，为什么我是姐姐？
我们明明是同一天被报错的，而且我哪来那么多废话？他提高了音量，客厅里的佣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。我说是姐姐就是姐姐，希儿从小在我身边长大，娇生惯养的，你要是敢让她受一点委屈，我饶不了你。这时，一个穿着运动服的男生从楼梯上下来，是堂哥薛恒。他嚼着口香糖，走到林慧身边，斜着眼看我，这就是从乡下找回来的真千金啊！我可警告你，薛希儿是我们薛家的宝贝，你要是敢动她一根头发，我让你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我盯着薛恒的眼睛，反问，我也是薛家的人，凭什么只护着他？还有，我爸呢？我回来这么久，怎么没见到他？林慧翻了个白眼，转身往沙发走。你爸忙着公司的事，哪有空见你？一个乡下回来的丫头片子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能让你住进薛家就不错了。薛恒也跟着嗤笑，就是别以为认祖归宗了就能当大小姐，在我们眼里，你连希儿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我咬了咬下唇，突然想起之前托人查到的消息，薛父重男轻女，因为林慧生不出儿子，所以才把他弟弟的儿子薛恒接到家里养，当成半个继承人。既然他们都把我当女生，那我不如装下去，看看这家人到底能偏心到什么地步。我低下头，装作顺从的样子。我知道了，妈，堂哥，我不会跟希儿妹妹争的。林慧满意的点点头，挥挥手，张妈，把她带到2楼最里面的房间去，别让她随便出来碍眼。薛恒看着我被佣人带走，嘴里还嘟囔着，乡下来的就是没骨气，随便说2句就怂了。住进薛家已经1个星期了，我还是没见到自己生物学上的爸爸。这天早上，我在餐厅碰到林慧，她正给薛希儿剥鸡蛋。我问她，妈，爸今天会回来吗？林慧手里的动作顿了顿，不耐烦地说，你爸忙着谈生意，哪有时间见你？一个丫头片子，见不见有什么要紧的？薛希儿也抬起头，娇滴滴地说，就是啊，姐姐，爸爸那么忙，你别总想着麻烦他，有什么事跟妈妈说就好了。我皱了皱眉，可他是我爸，我回来这么久，连他的面都没见到，这说不过去吧？林慧放下手里的鸡蛋，脸色沉了下来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我说了他忙，你是不是故意找事？我没放弃，接下来的几天，只要碰到林慧，我都会问起关于爸的事，毕竟现在薛家的掌门人是我爸，我将来可是要在他手下讨生活的。无论这个没见过面的爸爸是否喜欢我，我都要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，以便做出应对之策。可这些天来一点消息也没有，直到第3天晚上，林慧正在客厅敷面膜，我走过去问，爸今天还是不回来吗？我听说公司最近有个重要的项目，我学过一点金融，说不定能帮上忙。林慧猛地揭下面膜，眼神里满是恶毒，帮上忙？我看你是别有用心吧，天天跟我在这儿问，还想找着机会陷你爸，说你是不是想勾引他？我懵了，站在原地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说什么？他是我爸，我怎么可能勾引他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疯了。林慧冷笑一声，站起身逼近我。我看是你疯了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刚从乡下回来就想着耍手段，是不是觉得你爸有钱有势，想靠他上位？我告诉你，诺门，薛家的家产，轮不到你这种心思不正的小狐狸精惦记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你脑子有病就去医院看，别在这里胡言乱语。我是他的孩子，想见他一面怎么了？你自己整天疑神疑鬼，连自己的孩子都怀疑，你配当妈吗？你敢跟我顶嘴？林慧气得脸都红了，抬手就要打我，我下意识地躲开，他没打到，更生气了。好啊，你不仅心思不正，还敢忤逆长辈，等你爸回来，我一定要让他好好教训你，让你知道谁才是薛家的女主人。我冷笑，你尽管去说，我倒要看看我爸是不是跟你一样不分青红皂白。还有，别总把薛家女主人挂在嘴边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就不会连自己的丈夫都留不住，只能靠打压我来找存在感。林慧被我说得哑口无言，
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，最后尖叫道：“你给我滚，滚回你的房间去，不准再出来！”我转身就走，心里却越来越凉。这就是我的亲生母亲，竟然能说出这么龌龊的话。看来在这个家里，我只能靠自己了。自从跟林慧吵过架，她就开始明里暗里针对我，吃饭故意不等我。之前送我上学的司机也被她找借口辞退，让我自己挤公交。我的零花钱直接断了，连买文具钱都没了。这些我都不在乎，公交虽挤，但能按时到学校。没零花钱，我可以用之前攒的，不吃早饭，大不了在学校买个面包。可我没想到，薛希儿也开始搞事。这天早上，我刚到教室，就看到薛希儿站我座位旁，手里拿着条撕烂的裙子，对着周围同学哭。这是我昨天刚买的裙子，花了我妈好几万，今天早上就被谢渊撕烂了。他说看我不顺眼，周围同学都看向我，眼神满是鄙夷。我皱眉走过去，你有病吧？我什么时候撕你裙子了？薛希儿哭得更凶，对不起姐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这毕竟是妈妈给我买的。你要是想出气，可以打我骂我，但你不能毁坏妈妈送我的礼物啊！我刚想反驳，就听到旁边同学小声议论，莫想到谢渊是这种人，说白了就是嫉妒呗。这种女生我见多了，我还听说她之前在乡下被老男人包养过，还打过胎呢，怪不得心思这么歹毒。我愣住，这些谣言简直无稽之谈。我不过长得中性一点，他们竟能编出这么恶心的话。老子是男的，还打过胎，简直太离谱了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刚想跟他们理论，瞥见薛希儿眼底闪过一丝得意，我瞬间明白，这些谣言肯定是他传出去的。接下来几天，学校谣言越来越难听，有人故意在我背后指指点点，还有人往我课桌里扔垃圾。我一直忍着，直到这天早上，我打开课桌，看到里面有只死老鼠和几只蟑螂，我再也忍不住了。我找来个塑料袋，把死老鼠和蟑螂装进去，走到薛希儿座位旁，把塑料袋往她桌上一放。薛希儿，这种小把戏太烂了吧，你就不能换点新鲜的？薛希儿看到塑料袋里东西，脸色瞬间惨白，尖叫一声：“啊！老鼠、蟑螂！”她吓得跳起来，眼泪一下流出来，转身就跑出教室。周围同学都惊呆了，看着我手里塑料袋，没人敢说话。课间休息，薛希儿回来了，身后跟着薛恒。我坐在座位看书，抬头瞥他们一眼，就知道是来找我算账的。薛恒一进教室就直奔我而来：“谢渊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竟然把死老鼠放希儿桌上，你有没有教养？乡下来的野种就是没素质，难怪没人要。”我合上书，抬头冷冷看着他：“薛恒，说话注意分寸，谁是野种？我是薛家的人，跟你一样，都是薛家后代，你凭什么骂我？凭什么？”薛恒嗤笑一声：“就凭你欺负希儿，她那么善良，你竟这么对她，你还是人吗？我看你就是嫉妒心儿比你受宠，所以故意找她麻烦。嫉妒她？”我忍不住笑，我嫉妒她什么？嫉妒她学习不好，每次考试都倒数，嫉妒她长得丑，还整天装可爱，还是嫉妒她琴棋书画样样不会，只会哭哭啼啼装可怜。薛恒被我说得哑口无言，脸色长得通红。你胡说八道，希儿才不是你说的那样，你就是故意诽谤她。我是不是诽谤？你心里清楚。我站起身，逼近他一步。还有，你别一口一个乡下来的，你以为你有多高贵？要不是你爸是我爸弟弟，你能住到薛家来？你不过是个寄人篱下的，跟我没什么两样。薛恒气的眼睛都红了，扬手就想打我。我打死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！我早有准备，在他手快打到我脸时，猛地抬起脚，一脚踹在他肚子上。薛恒惨叫一声，踉跄着后退几步，撞到后面桌子。桌上书散落一地，他捂着肚子，难以置信看着我：“你一个女生，怎么会有这么大力气？”我冷笑一声，一步步向他走去：“怎么？只许你打我，不许我还手？你以为我是软柿子，随便你捏？”薛恒看着我冰冷眼神，吓得连连后退，嘴里还嚷嚷：“
你别过来，我告诉你，你敢打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他一边说一边拉着薛馨儿转身往教室外跑，跑时还差点绊倒。看着他们狼狈背影，我嗤笑一声，真是个废物。周围同学都看呆了，没人敢说话。我回到座位继续看书，心里清楚，薛恒和薛馨儿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，接下来还有更麻烦的事等着我。果不其然，没一会儿，班主任就把我喊到办公室，说林慧给学校打电话，要求让我停学，理由是我在学校欺负同学，影响太坏。我没多辩解，收拾东西就回家了。刚进家门，林慧带着薛馨儿和薛恒就迎上来，她指着我的鼻子，大声呵斥：“谢渊，给我跪下，向馨儿道歉！”我站着莫动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我又没做错，没做错。林慧气得鼻子都歪了：“你在学校吓得馨儿哭，还打恒儿，你还敢说没错？你这当姐姐的一点样子都没有，还敢顶撞长辈，简直不可原谅。”薛馨儿在一旁抽抽搭搭的哭：“姐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你也不能这么对我和堂哥呀，你就给我们道个歉，好不好吗？”薛恒也帮腔：“就是，你赶紧道歉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。”我冷笑，看着这几个人：“薛馨儿，别再这装可怜了，学校的谣言是你传的吧？故意在我课桌放死老鼠和蟑螂，也是你干的吧？现在还好意思让我道歉？”薛恒立刻反驳：“你别乱说，馨儿那么善良，怎么会做这种事？肯定是你自己干的，想陷害馨儿。”林慧也跟着说：“就是，肯定是你嫉妒馨儿，才故意害她。谢渊，我看你就是本性难改，乡下来的就是没教养，我看你们是疯了。”我忍不住笑，他什么都不会，长得也不怎么样，有什么值得我嫉妒？薛馨儿被我说的脸色煞白，眼泪唰地流出来，扑到林慧怀里大哭：“妈，我不是这样的，姐姐冤枉我，我好委屈啊！”林慧赶忙抱住她，轻轻拍着背安慰：“馨儿乖，别哭，妈给你做主。”然后抬头恶狠狠地瞪着我：“谢渊，你太过分了，这么欺负馨儿，还不知悔改，我看你根本不适合待在薛家，我现在就把你赶出去。”我皱眉：“你没权利赶我走，我是薛家的人，除非我爸同意，不然谁也别想让我离开。”林慧冷笑：“你以为你爸会护着你？我告诉你，他最疼馨儿了，就算他在这儿，也会同意我赶你走。”说着，他朝门口喊：“保安，保安！”很快，2个穿黑西装的保安跑进来，林慧指着我对他们说：“把这不知好歹的丫头揍一顿，扔出去，以后不准她再进薛家大门。”2个保安对视一眼，朝我走来，我握紧拳头，准备反抗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脚步声，接着一个低沉男声响起：“你们在干嘛？”我抬头，只见一个穿西装、气质威严的男人走进来，是我从未谋面的亲生父亲薛振海。薛振海一进来，林慧像见到救星，立刻松开薛馨儿，扑到他身边哭诉：“振海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看看谢渊，他在学校欺负馨儿，还打恒儿，我让他给馨儿道歉，他不但不道歉，还跟我顶嘴，甚至还想打我。你说他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边说边抹眼泪，还添油加醋。我看这孩子心思不正，留在家里是个祸害，不如让他辍学，送他去联姻。我都找人了，是个60多岁的建材老总，家里很有钱，这样也能给薛家带来好处。薛振海皱着眉莫说话，静静听林慧说完。客厅里很安静，只有林慧告状的抽噎声。我站着看着薛振海，心里有点紧张，不知他会怎么处理这事。过了会儿，薛振海终于开口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语气平静：“谢渊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有什么要解释？这是我第一次见亲生父亲。”他眼神锐利，好像能看透人心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抬头看着他，一字一句说：“爸，其实我根本不是薛家被抱错的真千金。”这话一出，客厅里的人都愣住了。林慧最先反应过来，指着我尖叫：“你说什么？你不是真千金？那你是谁？竟敢冒充薛家千金？是不是想捞好处？”保安，把他抓起来！我要报警，让他坐牢。
薛希儿也愣住，看着我，眼神满是疑惑。你不是，那你是谁啊？薛恒也说，好啊，你竟敢骗我们，你这个骗子！我看着他们慌乱的样子，忍不住笑，缓缓说出后半句，因为我是男生啊，真千金算不上，真少爷还是能算的。男生？林慧瞪大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你是男生？那你为什么留长发？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薛希儿也懵了，之前还庆幸我不是真千金，就没人跟他抢薛家大小姐位置，现在听到我是男生，开心不起来了。我看着他们震惊的表情，继续说，我小时候被抱错后，被卖到乡下，买我的养母是精神病，怕女儿死了，就把我当女儿养，逼我留长发，让我节食保持身材，还总逼我穿裙子，说我敢反抗就扔到山里喂狼。有次我偷偷剪破裙子，他把我锁柴房饿了2天2夜，说要让我记住自己身份。我攥紧拳头，看着林慧瞬间僵硬的脸，接着说，被找回来这么久，从进门到现在，没人问过我是男是女，就直接给我安个姐姐名头，还逼我让着薛希儿，他算什么？也配我让？我说完，薛振海眼神越来越亮，往前走2步，手指微微颤抖，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，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，没骗我？性别这种事，我有必要骗你吗？薛振海看着我，眼里的平静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难以掩饰的狂喜。好啊，太好了，我薛家终于有儿子了，我薛振海终于有亲生儿子了。林慧急了，扑过去拉住薛振海胳膊，振海，别听他胡说，他就是骗子，来骗薛家财产的。你想想，他要是真男孩，为什么留那么长头发，穿那么秀气衣服？这明显是故意装的，想让你心软。假的！薛振海猛地甩开他的手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是不是假的？我自然会查。张秘书，门外的张秘书立刻走进来。董事长，您吩咐，明天一早，你亲自带薛渊去市中心医院重新做 DNA 鉴定，结果出来后，必须第一时间亲自送我手上，不准经任何人手，明白吗？是，董事长，我记住了。林慧还想说什么，刚张嘴就被薛振海冷冷的眼神扫回去，那眼神里的厌恶和警告太明显，他立刻闭嘴，只能死死攥着衣角。薛希儿站在一旁，脸色白得像纸，之前的得意全没了，偷偷瞥我一眼，又赶紧低下头，双手绞在一起。他清楚，一旦我被证实是真少爷，他这个假千金在薛家的日子就到头了。我看着薛振海激动地来回踱步，心里冷笑，果然重男轻女的人，听到儿子2个字，之前的怀疑和不满都能扔到一边。不过也好，他越看重我，我以后路越好走。鉴定结果出来那天，薛振海特意推掉所有会议，把我叫到书房，渊儿，从今天起你就叫薛渊，不再是谢渊了。他把一份早就准备好的户口本推到我面前，上面谢渊的名字划掉，改成薛渊，以后你就是薛家名正言顺的少爷，是我薛振海的继承人。公司的事，下周开始你就跟着我学，我会把我知道的都教给你，让你早点接手薛家产业。我拿起户口本，指尖划过薛渊2个字，点点头，谢谢爸。跟爸还客气什么？他拍拍我肩膀，语气满是欣慰，以后薛家就靠你了，可别让爸失望。我不会的。这事儿传到薛恒耳朵里，他当晚就炸了，毕竟我这个真儿子回来，哪还有他的事儿？我刚回房间，就听到走廊传来他和薛希儿的争吵声。心儿，你看他现在多得意，爸不但给他改名字，还让他学公司的事，照这样下去，我们在薛家就没地位了，得赶紧想办法。薛希儿语气不耐烦，整他干嘛？你没看到爸现在多护着他吗？上次我在学校哭着说他欺负我，爸都默骂他，反而问我是不是故意找事。他现在是真少爷，我们怎么整得过他？再说之前在学校也是我先找他麻烦，他才把死老鼠放我桌上，说到底是我自找的，你怎么这么没骨气？薛恒急得跳脚，他之前把死老鼠放你桌上，
还当着全班面骂你丑，没本事，你都忘了，你就甘心被他欺负，看着他抢走本该属于你的东西。我没忘，但我不想再惹事了。薛希儿转身往自己房间走，爸现在根本不向着我，我要是再找他麻烦，最后倒霉的肯定是我。你要是想整他，自己去，别拉上我，我可不想再被爸骂了。薛恒看着他的背影，气得咬牙切齿，可他知道光靠自己斗不过我，最后只能把主意打到林慧身上，因为林慧是真疼他，不管他提什么要求，林慧都会答应。被他一装可怜，林慧马上就去找薛振海说坏话了。振海，你怎么能这么快给薛渊改名呢？他才来薛家几天呀，我们对他根本不了解，万一他是为了家产来的，拿到钱就跑，或者以后把公司搞垮，薛家不就完了？薛振海正在看文件，头都没抬，他是我亲生儿子，怎么会为了家产来？你别听别人乱讲，把心放肚里。我没听别人乱讲。林慧提高音量，薛恒都跟我说了，他在学校欺负心儿，还顶撞我，一点都不尊重长辈，这样的人怎么能当继承人？你再想想，他从小在乡下长大，没接受好的教育，懂什么公司管理？万一以后把公司搞砸，薛家几代人的心血不就全毁了？薛振海终于放下文件，抬头，眼神满是不耐烦。林慧，你别太过分，渊儿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清楚。他在学校考了年级前10，比薛希儿强10倍。他懂礼貌，比薛恒懂事100倍。你要是再敢在我面前乱说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做主。林慧被说得哑口无言，嘴唇动了动，最后只能灰溜溜地走了。期中考试成绩公布那天，我考了全校第1，比第2名整整高出50分。班主任特地给薛振海打电话，把我狠狠地夸赞了一番。薛振海高兴得不得了，当天就推掉晚上的应酬，特意赶回家陪我吃饭。饭桌上，薛振海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，盘子里的排骨和鱼都堆得像座小山。他满脸笑意，看着我说：“渊儿，你可真给爸争气，全校第1啊！我们薛家还没出过这么厉害的孩子。你想要什么奖励？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你开口，爸都给你买。”我刚想开口说不用，林慧却嗤的一声放下筷子，满脸不屑：“全校第1，我看他肯定是作弊。他之前在乡下念书，能考出什么好成绩？说不定是抄别人的，或者跟老师串通好了，不然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拿全校第1？你别乱说！”我放下筷子，眼神瞬间变得冰冷。考试的时候，前后左右坐的都是年级前10的同学，监考老师就在我旁边，我怎么抄？再说，我要是没本事，就算抄也抄不到第1吧。你自己没读过书，没考过好成绩，别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，竟用些龌龊心思去揣测别人，你竟敢跟我顶嘴！林慧气得浑身发抖，声音都变尖了：“我是你妈，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？翅膀硬了是吧？忘了是谁让你住进薛家，是谁给你饭吃的？真是个白眼狼！”妈，我冷笑一声：“你什么时候把我当儿子看过？从进门到现在，你除了骂我、针对我，还做过什么？给我饭吃，那是因为我是薛家少爷，吃的是薛家的饭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简直无法无天！”林慧气得站起身，却被薛振海拦住。薛振海皱着眉对林慧说：“你少说2句，渊儿考第1是好事，你别在这儿泼冷水，扫大家的兴。”然后他转头看向我，语气立刻缓和下来：“渊儿，别跟你妈一般见识，爸决定了，过几天给你办个认亲宴会，把薛家亲戚和公司合作伙伴都请来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薛渊是我薛振海的亲生儿子，是薛家的继承人。”林慧一听，立马慌了，她站起身，大声阻止：“振海，你疯了！这么快就办认亲宴会？他才刚被证实是我儿子，万一以后出什么事，比如在学校打架，或者被人挖出黑料，我们薛家的脸都要丢光了。再说，希儿还在家，你这么做，让希儿怎么想？他会伤心的。”心儿伤心。我看向薛希儿，她低着头，
手里的筷子在碗里拨弄着，根本不敢抬头看我。他有什么好伤心的？这本来就不是他的家，他不过是个被抱错的假千金，能在薛家待这么久，已经够便宜他了。你闭嘴！林慧尖叫着打断我，希儿也是我女儿，我不准你这么说她。我的儿子，我想怎么疼就怎么疼，想什么时候办宴会就什么时候办。薛振海打断林慧的话，这事就这么定了，你别再反对，也别再拿希儿当借口。薛家的继承人只能是渊儿，谁都改变不了。林慧还想说什么，可看到薛振海坚定的眼神，最后只能把话咽回去，狠狠瞪了我一眼。认亲宴会那天，别墅里满是穿着华丽的宾客，我跟着薛振海应酬了几波来敬酒的人，眼角余光总瞧见林慧和薛恒在角落里嘀嘀咕咕。果然没过一会儿，薛恒端着2杯红酒朝我走来，脸上挂着假笑。渊儿，今天是你的大日子，堂哥必须跟你喝一杯，祝你以后接管公司顺顺利利。他把其中一杯递过来，手指还在杯壁上偷偷蹭了一下。我早就留意到，他这杯酒颜色比正常红酒深些，肯定加了东西。我没接，故意皱眉，堂哥，我不会喝酒，万一喝醉失态就不好了，就一小口，没事的。薛恒硬把酒杯塞到我手里，你要是不喝，就是不给堂哥面子，也不给你爸面子啊。周围几个宾客也跟着起哄。薛振海在不远处朝我点头，显然也觉得这是正常的应酬。我心里冷笑，假装没办法，仰头喝了一大口，其实酒都被我含在嘴里。转身假装咳嗽时，偷偷吐在了手帕上。没过2分钟，我故意晃了晃身子，手撑着桌子喊头晕。不行，我真喝多了，得去歇会儿。薛恒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，赶忙上前扶我，我送你去楼上房间，你好好睡一觉。他扶着我往楼梯走去。到了2楼，薛恒掏出房卡，打开一间房，把我推了进去。你就在这儿睡。话没说完，他转身就跑，还不忘把房门虚掩着，显然是要去叫宾客来抓现行。我出了房间，躲在暗处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等外面脚步声到了门口，门一推开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床上哪有薛希儿和我，只有林慧和我二叔薛振山慌乱地拉着被子遮挡身体，头发乱得像鸡窝，脸色白得像纸。这时我才慢悠悠地出现。妈，二叔，我故意装作震惊，声音提高，还往后退了半步。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薛恒冲进来一看，整个人都懵了，手指着床上2人，声音颤抖，婶婶，爸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希儿呢？我明明把薛渊弄到希儿房间了。林慧反应过来，尖叫着从床上跳下来，不顾还穿着睡衣，冲过来就要打我。是你搞的鬼，你故意陷害我。薛渊，你这个白眼狼，我打死你！我伸手抓住他的手腕，用力一甩，让他踉跄着撞到墙上。我从口袋里掏出录音笔，按下播放键。之前林慧和薛恒密谋的对话清晰地传了出来。等会儿我把他灌醉，弄到希儿房间，让宾客们看到，他就落个猥亵妹妹的名声。叔叔肯定不会再让他当继承人。好，你注意点，别被人发现。等事成了，婶婶给你在公司谋个好职位。录音一停，宾客们瞬间炸开了锅。原来这是个局啊！薛夫人竟然为了别人的孩子陷害自己亲生儿子，太离谱了！薛恒还是帮凶。薛振海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林慧和自己亲弟弟，声音颤抖：你们竟然做出这种龌龊事，薛家的脸全被你们丢光了。薛振山想从后门跑，却被门口保安拦住，他急得大喊：不是我主动的，是林慧勾引我。你胡说！林慧尖叫着反驳：是你天天缠着我，现在还想甩锅给我。我冷眼旁观他们互相指责，上前一步对薛振海说：爸，还有件事，他们不光想害我，薛恒根本不是二叔和二婶的孩子，是妈和二叔的私生子。当年妈为了让薛恒以后能继承薛家财产，故意在医院把我和薛希儿换了，后来又谎称难产不能再生，就怕您有了亲生儿子，薛恒没机会了。你胡说！薛恒冲过来想打我，
我是我爸妈的亲儿子，你别血口喷人，是不是亲儿子？去做个 DNA 鉴定就知道了。我侧身躲开他的拳头，指着床上散落的衣物，而且刚才妈和二叔在这个房间，总不会是来谈工作的吧？宾客们的议论声更大了，有人拿出手机偷偷拍照，有人对着林慧指指点点。林慧瘫坐在地上，捂着脸哭，却没人同情她，这都是她自作自受。薛振海深吸一口气，对保安喊道：“把他们2个都带下去，等宴会结束，我再跟他们算账。”保安上前架起林慧和薛振山，两人还在互相指责，声音渐行渐远。薛恒站在原地，脸色惨白，看着我的眼神充满怨毒，却不敢再上前一步。他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彻底结束了。宴会闹剧结束后，薛振海当天就把薛振山从公司开除，还让律师拟了离婚协议，逼着林慧签字。林慧哭着不肯，跪在地上求薛振海：“振海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心儿还需要妈妈啊，心儿。”薛振海冷哼一声：“她不是我女儿，也不是你女儿，你做出这么多事，现在还有脸提心儿？离婚协议必须签，林慧名下所有财产都收回，薛希儿明天就送出国，永远不准回来。”林慧还想争辩，薛振海直接让保安把她拖了出去。当天晚上，薛振海把我叫到书房，看着我叹了口气：“渊儿，还好有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到现在还被他们蒙在鼓里。爸，这是我该做的。”我坐在他对面，以后我会好好学习公司事务，不会让你失望。薛振海点点头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，这是薛氏集团30%的股份，现在转到你名下，从明天开始，我教你怎么管理公司。我接过文件，心里明白，这是我在薛家站稳脚跟的第一步。接下来几年，我一边上学，一边跟着薛振海学习管理公司。薛希儿被送出国后，就再也没跟薛家联系过。林慧离婚后，和薛振山住到了一起，可两人没过多久就开始吵架。林慧嫌弃薛振山没本事，赚不到钱；薛振山嫌弃林慧脾气差，还总想着勾搭有钱人。有一次，林慧偷偷跟一个富商来往，被薛振山发现了，两人吵得不可开交。薛振山失手捅死了林慧，薛振山为了脱罪，竟然把所有罪责都推到薛恒身上，说人是薛恒杀的。薛恒当时刚找到一份工作，还没做满1个月，就被警察带走了。因为薛振山伪造了证据，薛恒被判了5年刑。5年后，薛恒出狱，第一件事就是找薛振山报仇。他在一个废弃工厂找到薛振山，两人打了起来，最后双双丧命。我是从新闻上看到这个消息的。当时我正在办公室看报表，助理问我要不要去处理后事，我摇摇头，不用，他们跟薛家早就没关系了，按正常流程处理就行。助理走后，我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没过多久，薛振海把公司大部分事务都交给我，自己退居幕后。我站在薛氏集团顶楼，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，心里清楚，从今天起，薛家的未来就由我来守护了。这2个故事让人开怀大笑。第一个故事里，皇后娘娘简直是宫斗界预知外挂持有者，看800遍《甄嬛传》不是白看的。挖麝香、填湖画湖，300个白月光替身淹没皇上，连写亡国话本给皇上洗脑都想到。林婉英惨到像在玩宫斗困难模式，每次出招都被秒拆，真的笑不活。第2个故事里，薛渊大爷更狂，被认成女生还被疯狂针对，结果是真薛家少爷，反杀偏心妈，假千金，私生子堂哥的操作超带感。宴会设局反将一军那段简直爽到跺脚，只能说惹谁别惹川叔，或幸转大佬。2个故事里都是反套路天花板，看主角疯狂炫技，反派被虐到怀疑人生，简直是解压神器。最后只想对皇后娘娘说，您这宫斗卷王实锤，下次要不要开个避坑培训班，拯救一下后宫菜鸡啊？薛渊，您性转反杀太帅，继承家业后记得给乡民发红包，那些恶人惨状简直大快人心了。喜欢我的分享吗？支持我一下，给个超级感谢吧。
让我继续带来更多好书，别让我孤单了，感谢你。